我吃了整整3年的避子药，终于生下来了一个女儿。看着怀里的小崽子，我和王爷都松了一口气。女儿好，女儿好啊！这一世终于不用被抄家灭门，背上逆臣贼子的骂名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丞相嫡女，王爷是先皇嫡次子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上一世结婚后，举案齐眉，相濡以沫，小日子过得腻腻歪歪，蜜里调油。成婚第2年生下长子，起名思硕，本想着他能继承王爷的爵位，安逸一生，却没料到这小兔崽子是个狼子野心的家伙，是复夺军权，起兵夺皇位。战火四起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而我萧家与王府成了百姓口中的叛臣贼子。父亲、叔伯、兄弟因拥护皇帝而被坑杀，从小一同长大的皇帝哥哥死于乱箭之下。听着天牢外传来的钟声，我知道狼崽子造反成功，登基为皇，而我从王妃变成了太后。母后，儿子接您回宫安享晚年。滚！我不知道思硕哪来的脸皮唤我一声母后。呵，叫您一声母后，便是给您脸面了。我不过是借着你的肚子爬出来，这天下本该是我的。思硕的眼睛里满是恨意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。我与王爷教出的孩儿，怎么会是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？萧云兰，你忘了，我是你的太子哥哥啊！太子死时我才12岁，母亲带我去皇宫参加宴席，我在花园里迷了路，不小心撞破了太子正在非礼一名宫妃。太子将我丢入了莲花池，好在王爷路过，拼了命将我救上来，自此留下了咳疾。此事闹开，太子被废，圈禁1年后就暴毙而亡。皇位本该是我的东西，只不过染指了一个女人，若不是你乱跑，又有谁会发现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与王爷养了18年的孩子早被夺了舍。思硕恨我，自然不会一杯毒酒给我一个痛快。他拿着绳子，亲手勒住了我的脖颈。元朔1年，新帝登基，太后薨逝。救命！我从床上惊起，捂住脖子，窒息感如影随形，却发现自己已不在肮脏的天牢，而是在温软的床榻，身边是已接近10余年未曾再见的王爷。王爷此刻也醒了，看着我，目光沉沉。王爷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试探着问。王爷点头。是不是梦到了个狼崽子？我又问。王爷这次不点头了，伸手抱紧了我。我将思硕的话告诉王爷，2个选择摆在我与王爷面前，要么重蹈覆辙，要么断子绝孙。其实也不是毫无办法。宫廷有一汤药，可以避子，让所诞下的孩儿为女婴。我就不相信了，那狗屁太子能接受自己夺个女儿身？我喝了3年的避子汤，终于诞下了一个女婴。王爷看着怀里皱皱巴巴的小婴儿，乐呵得像个傻子。王府上上下下都不能理解王爷的想法，母亲还专门递来书信，提点我膝下有空。虽与王爷青梅竹马有儿时情谊在，却也还需有个儿子，才能站住脚跟，后半辈子无忧。不，娘亲，你不明白，我要是生个儿子，大家都不得安生。一晃15年，我与王爷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小姑娘长得好看，眉眼像我，脾气却像王爷，不喜拆裙，最爱骑马斗鸡打架。王妃，不好了！闺女今年15岁，我在府内设宴办及笄礼，婢子慌慌张张地进来。小主子跳水里了，闺女跳水里了，我可一点都不担心。可能上辈子被祸害得太惨，王爷恨不得把18般武艺都给闺女教全乎了。别说这府里的池塘，就整个京都里的河道，我闺女都能游个来回。怎么回事？我嘴上问着，一边跟着婢子往外走。是为了救一名小公子。小公子？男的？我心里一紧，我和王爷光顾着家里的白菜，怎么忘记外面可能会有猪这件事？那小公子该不会是狼崽子的转世投胎吧？看着池塘边刚游上来的闺女，还有她手里滴溜着的昏迷不醒的少年，我恨不得立刻让人把荷花池给我填起来。娘亲，闺女的声音清清脆脆的，任由我给她披上衣物。怎么自己跳下去，又不是仆从死光了？我没有自己跳下去。
闺女的语气里透着委屈，指了指一边昏迷不醒的男子。是他拉着我在池塘边说话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挤了下我。我下盘稳，我没事，他掉下去了。我听得嘴角抽搐。王爷真有先见之明，拳脚功夫什么的，果然比琴棋书画有用。娘亲，我的吉吉里，死了人不吉利。看着躺在地上还在往外吐水的少年，我几乎能确定这就是太子那个狗东西。王妃，这怕是岭南王的小世子，前些日子参加了殿选，这会儿岭南王妃还在外面找孩子呢。就在我想着能不能把人丢回池子里时，婢子连忙说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了杀意。此事冲动不得。岭南王当初便是太子派系的，与当今圣上本就不亲近。陛下登基后，岭南王便去了封地，这几日刚回京都。堂堂小世子若是死在了我北王府，就算无事，也必定惹一身骚。我派人去打听岭南府的事，这一事他还是叫司朔。也是，毕竟祖上是一家，怎么起也绕不过那几个字。王爷看出我的不安，低声安抚：云兰，别怕，说不定那狼崽子就这么去了呢。岭南王府也不清静。岭南王一名王妃，一名侧妃，而没名分的通房、妾室、外室遍地开花。王爷别太宽心了，那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玩意，今日害人未果，必然还有下一次。这几日岭南王府的消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我耳朵里传，什么小世子感染风寒，一病不起，开始说胡话了。什么岭南王府处置了一名侧妃，侧妃给小世子下毒了。什么？总而言之，在经历了落水、风寒、下毒、烧炭后，狗东西还是没有死。好人不长命，坏人活千年，以狗东西的缺德，他能活成1000年的王8万年的龟。司朔不干人事，专门干恶心人的事。3日后，我收到了宫内的召见，陛下说岭南王世子感恩郡主救命之恩，并对郡主一见倾心，想要求娶郡主，请陛下赐婚。无凭无据，我无法直接告诉陛下司朔是故意推我女儿落水。陛下，此次婚事臣妇觉得不妥。有何不妥？陛下问了这么一句，我知道他的心思。天下大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但岭南王总归是个隐患，且岭南王的封地物产丰富，尤其产铜矿。陛下想让我北王府与岭南王府联姻，互为牵制。我同陛下也是一起长大，但当这人登上皇位，终究还是万事以大局为重。我不怪他，却不能送女儿去趟火盆。陛下，沃儿乖乖巧巧地行了一礼。怎么，沃儿对自己的婚姻之事也有想法？婚姻之事虽说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但是沃儿要同对方过一辈子的。闺女这话可以说是忤逆不孝，不知廉耻，但我觉得她说的没错，她的路总不能被我们拘着走。重活一世，脸面名声倒都不重要了，只想一家人活得安稳长寿。那沃儿说说，可看上了岭南王的小世子？沃儿不喜欢小世子，小世子柔柔弱弱的，胳膊还没有沃儿的粗。把他救上岸的时候，沃儿都担心一不小心把他胳膊给掰断了。王爷轻咳出声，老脸一红，沃儿这话说的颇有山匪莽汉之风。陛下指着闺女大笑出声，云兰啊云兰，想不到你与四弟饱读诗书，居然教出个喜欢舞刀弄枪的。此事并没因沃儿荒唐的话轻描淡写的结果。皇上让宫侍带着女儿去御花园游玩，留下我与王爷商议。四弟，朕记得儿时你我3人感情最为要好，如今想来都心生感慨。朕知晓你与云兰只有一女，可如今……我看了看王爷，交换了个眼神，确定彼此心意一致后，开口打断了陛下的话。陛下可知，臣妇与王爷为何只得一女？为何？只因王爷与臣妇想护着陛下的江山社稷，臣妇服了3年婢子汤，3年无孕，直至岭南王世子出生后，臣妇才生下一女。上一世，我与王爷成婚第2个月就怀有身孕，偏偏重生后，一直等了3年。怕是这3年，司朔那龟孙都在等着机会，直到他实在等不及了，换了目标，我这才怀了女儿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新婚那日，我与云兰做了一样的梦。王爷叹息，将司朔乃太子夺舍，
前来寻仇的是挑着重点告诉皇帝，说到恨极之处，眼眶通红。这简直荒谬！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虽是一梦境，但我却怕梦境成真。王爷声音悲痛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，可能威胁到三哥，我也不愿。故和云来商议，喝下婢子汤，即使无后人以继香火，但至少能护着三哥万岁无忧。王爷叫陛下三哥，这是让他念着儿时情谊。陛下似乎被这些话吓到，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话。他派人去查，须臾片刻后，暗卫回来给他带了消息。数年前，王爷的确去求了太后，取了婢子药，而我常年服用，根本无法再为王爷生出儿子。今日之事，陛下虽是信了，却也不会在明面上处置司硕。至于那暗地里的手段，怕也无法将他置于死地。从殿内出来，我与王爷并肩而行，愁容满面。下旨赐死司硕，那就给了岭南王出兵的借口。而使其他的手段，其实王爷虽不说，我也知道，他也曾派人对司硕下过手，却每每都能让他死里逃生，可见其命硬。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，自然是命硬的，总会有办法。说话之间就到了御花园，结果我话音刚落，就看见了司硕，这狗东西又在勾搭我的宝贝女儿。我与沃儿说过，不可告诉其他人是司硕推的他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此刻的司硕正在殷勤地讨好沃儿。王爷、王妃。司硕见我与王爷规规矩矩行礼，手里还拿着一枚玉佩，那是宗室子弟的东西，若是相赠，必是定情之物。娘亲。沃儿躲开司硕，开开心心地跑过来，我将他护在身后。那日阿硕不慎落水，幸得郡主相救，所以区区小事无足挂齿，此事陛下已知晓，给了沃儿恩赏，还有意下旨赐婚。小世子，我与王爷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面上笑得温和，将他的玉佩重新系到他的腰上，没有错过司硕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和算计。一切尽在掌握中吗？怕是得意得太早，我是说了陛下赐婚，却也没说是赐司硕与司务的婚。圣旨下得飞快，给沃儿与独孤家的第7子赐婚。独孤家的家主叫独孤图，人如其名一样的凶恶彪悍。先皇在朝时，独孤家因站错队而坐了冷板凳，等独孤图继承爵位的时候，已从侯府降低到了伯府。于是独孤图就带着自己儿子去边关打了10多年的仗，硬生生从疆场上打下基业，又坐回了永一侯的位置。只是7个儿子6个全死在了边关，要不是独孤旭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估计也逃不掉。独孤家只剩下这一个独苗苗，独孤老爷子终于不折腾了。想不到你我两家还有这样的缘分。独孤图的妻子已逝，谈婚论嫁的事也不可能让妾室商议，顾上在世的老夫人亲自前来。我家旭儿身体不好，只怕委屈了沃。老夫人笑盈盈的，说话格外好听。宫内其实藏不住秘密，司硕求陛下赐婚时已向外放出消息，说是心仪沃。可陛下非但没准，还把沃儿指给了独孤家，这里面的弯弯绕足够朝内朝外脑补一出大戏。老夫人家的小侯爷我以前是瞧见过的，是个好孩子，只是沃儿性格直率，又爱舞枪弄棒的，我自不会随便给沃儿选个郎君。独孤旭我见过，是个风朗月轻的少年郎，虽身体不好，却并不孱弱，长得好看，又颇有大志。最重要的是，陛下让沃儿与独孤旭成婚名正言顺，独孤家已是侯府，各种恩赏也到头了，总不能给独孤家封王。独孤旭身体不好，独孤图就怕这小子一命呜呼断了香火。6个儿子都搭进去了，现在倒是着急。此时赐婚，既是大大的恩赐，又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，顺带着还能把独孤图手里的兵权收回来。一弹3鸟，舞枪弄棒的好啊！旭儿成日里要死不活，我看他就是该多动动，有沃儿在，也能拉着他练练拳脚。王爷和独孤图进屋，说话的正是独孤图，身后跟着个小少年，是独孤旭。什么叫做要死不活的？这是说自己儿子的话吗？还让沃儿拉着旭儿练拳脚，你怕不是连2个孩子都不放过，想带去战场帮你建功立业吧？老夫人也是彪悍的性格，骂起独孤图中气十足。我笑了笑，偏头去看藏在屏风后往外瞧的女儿。婚姻大事，
还是要让乌儿过目了才行。小丫头也不怕羞，偷偷给我比划了一个手势，我知道这是看上独孤旭了。王妃，过几日老身在家里摆花会，不如王妃带着郡主过去瞧瞧。老夫人笑盈盈的邀请。她见过乌儿，但也想着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，不至于盲婚哑嫁。我略微沉思，却是拒绝了。老夫人，花会怕是去不成了。乌儿前些日子刚落水，如今身体才养好没多久，我想让她在家中休养。王妃可是在担心什么？老夫人是人精，估计是猜到乌儿救思硕，此事另有内情。是，我担心婚期将近，出什么事就不好了。还是小心点好，女子的名声贵重，那思硕计划被破坏，指不定能做出毁掉乌儿清白的恶毒手段。怕什么？能出什么事？难道有人还敢害我？独孤图的话吼到一半，又被老夫人给骂了回去。王妃，倒是独孤旭朝着我行了一礼，感激王妃愿将郡主许配给我，独孤旭必用生命护郡主周全。你可曾见过乌儿？我有些奇怪。那日岭南世子落水，我曾远远地瞧见了。我诧异，既是瞧见，那便知道思硕想害乌儿了。即使这样，也愿娶乌儿，不怕惹上麻烦，可见独孤旭的确是好的。我心头一软，拉着他起身，笑着拍了拍独孤旭的肩膀。好，好孩子。果不其然，独孤家出事了。说是独孤家的姑娘上山进香时不小心遇了土匪，好在那日我说与老夫人的话，老夫人放在了心上，派多人跟着自家孙女，甚至还在她身边放了2个会拳脚的婢女，这才逃过一劫。光天化日，京都皇城底下哪来的山匪？还藏在佛山之中，他们平日里打劫和尚还是打劫尼姑？分明就是思硕那个混账安排的。王爷听的也是一阵阵后怕，只有终生做贼的，没有终日防贼的。思硕就是那阴沟里的臭虫，腐草里的毒蛇，泥潭里的癞蛤蟆。面对面的杀伤力不强，但总是趁你不注意跳出来恶心你。王爷可听说前些日子北莽来使臣了，一同前往的还有北莽公主。我给王爷倒了一杯茶，垂眸整理着思绪。北莽有意同我朝和亲，只是公主年纪小，陛下无意纳入后宫，但宗室子弟无人愿娶，这是自然的。北莽公主自然不能为妾，但若是一蛮夷女子当王妃，怕是在其余宗室子弟中都抬不起头来。云兰，你是打算？王爷话落，诧异地瞧着我。我听说北莽公主是个脾气暴戾的，这几日就已打死了身边2个伺候的。此事可能吗？岭南王除非疯了，才会让自己的儿子娶北莽公主。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子呢？我笑道，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。北莽公主来中原，皇帝设宴，这种宴会总少不了比比诗文，切磋拳脚。少男少女一眼望过去，赏心悦目，来此宴席的倒并不是全为了北莽公主，大多数少年郎都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，为了以后的姻缘，也为了以后的前途。我和几位宗室之父聚在一起，留一耳朵听着他们说京都城里的消息，谁与谁家在一亲，谁家的姑娘儿郎品性好。注意力却聚集在不远处，向来性子冷僻的独孤旭登上了比试台，将不少人的视线引了过去。独孤小子这几日倒是活泛许多。身旁的夫人朝着我打去，我略微颔首，没多言。说话之间，已有人上了比试台，身形挺拔，英姿勃勃，正是思硕。独孤旭，早听闻永义侯征战沙场的威名，本世子一向钦佩，特来领教1、2。我太清楚思硕这人，他虽已死过一次，又夺舍而生，却没改掉骨子里的自负。这一世他投身岭南王府，1岁能握笔，3岁能作诗，毫不遮掩自己的天赋，丝毫不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。比试台上的2人已动起了拳脚，呼吸之间，独孤旭就被思硕踹倒在地，爬不起来。随行的侍从连忙将独孤旭扶下来，颇为狼狈地离开。好，看台传来一声叫好声，是北莽公主。她生得很好看，明艳的像是一枚骄阳，将恶毒的心肠遮掩得严严实实。王妃，世子年纪还小，比试时拳脚失了轻重，王妃不会介意吧？岭南王妃笑盈盈地看着我，
只是这独孤旭的身子也太薄弱了些，拳脚功夫居如此生疏。我可听说，当初陛下问兀儿心意时，兀儿说要许给大将军才行。他在嘲笑我看走了眼，选了独孤旭这个人尽皆知的病秧子。我记得世子今年也17了，何来小医说？18岁还年纪小，怕只能是脑子还没长好。若论起来，独孤旭也与他同龄，以强凌弱，岭南王府果真好教养。岭南王妃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世子是宗室子，独孤旭不过是臣子。听到他的话，我一乐。世子爷对独孤旭下狠手，陛下会怎么想？说不定会觉得世子的做法实则是岭南王授意，试探陛下是否已放下昔年仇怨，愿与其重修兄弟情谊，将此事轻轻接过。王妃慎言，揣测圣意，乃大逆不道。岭南王妃攥在手里的杯盏掉落，清脆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她压低声音，看上去格外紧张。比起这个来，王妃还是操心一下自己吧。您可说了，独孤旭不过是臣子，但别忘了，就算是臣子，也是陛下的臣子。难道说岭南王打算谋逆了？我声音不高，面前的女人却已浑身僵硬。岭南王妃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，简直是煞白一片。胡言乱语，小心血光之灾。我握着她的手拍了拍，贴心安抚了一句。独孤旭不行了。独孤图哭到了宫中，御医请了一个又一个，但传出的消息皆是独孤旭被司硕那一脚伤了心脉，如今吊着一条命，怕是后半辈子都要捧着药罐子过活。陛下震怒，不仅让司硕在家禁足思过，还将岭南王传入宫中斥责。岭南王回府第2日，府内便传出王妃的死讯，王府非但没有办丧事，还将王妃从族谱上除名，连司硕这个亲子都没为自己母亲辩驳一句。狼崽子就是狼崽子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拿着荷包敲了敲沃儿的脑袋，小丫头学骑马射箭挺快，学女工简直能气死10个女师傅。小荷包上歪歪扭扭的绣着个耗子，我说是耗子，沃儿说是兔子。娘亲在说司硕吗？沃儿躲开，笑出俩小酒窝。外面都在传独孤旭快死了，你还笑得这么开心？我把荷包丢开，拉着沃儿的手，任由他扑过来圈住我的腰。软乎乎腻在怀里的小姑娘，让我心软得一塌糊涂。看，早就说了，女儿好。娘亲，是你偷偷告诉独孤旭，让他上台比武的吧？沃儿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他抬头瞧我。那日场上的小公子们都是比诗词歌赋，就是怕被北莽公主瞧上。独孤旭是故意在司硕面前晃荡的，若非有人授意，他才不会答应司硕的幼稚挑衅。听着15岁的小丫头说别人幼稚，我眼底的笑意更甚，摸了摸她脑袋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独孤旭才没那么没用，一脚就被人踹出去。沃儿说到这里，耳根却红了。我满意地点点头。沃儿看上去大大咧咧，没心没肺，却是个心思缜密的。京都宗室子弟皆知那场比试要躲着北莽公主，只有司硕为了点小恩小怨大出风头。我整理着闺女被拱乱的发髻，多少觉得有些讥讽。司硕只是得到机遇重活一次，又不是换了个灵魂，换了个脑子。一个连自己父亲妃子都染指，最终被赐死的蠢货，就算重活一次，也照样是个蠢货。娘亲，北莽公主会不会出事？陛下宣旨让司硕禁足在家时，北莽公主曾出言求情，言辞之间显然是看上了司硕。沃儿有些担心，司硕手段下作，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。不会，娘亲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北莽公主当然要活着，否则我还去哪里给司硕找那么好的姻缘？独孤旭一病不起，独孤图每天到朝堂上就是哭，眼看着整个人都憔悴了。陛下被哭得不忍，朝臣也听得同情，朝堂内外开始议论岭南王世子的心性不好，下手如此歹毒。王妃来了。老夫人看上去精神不太好，唉声叹气，旭儿一病不起，王妃若是有意退婚，我也能理解，过些时日我便让侯爷去王府退亲。老夫人误会了。我摆了摆手，这些日子请的御医不少，却不见起色，王爷和我也担心着。前些天我府上来了名女道，说起来奇怪，她一见我便知我身体的暗伤，不如让她给旭儿瞧瞧。好，好，
人可带来了？老夫人连声询问，我招招手，一名道骨仙风的女子上前，她年纪不小，近不惑之年。独孤旭是晚辈，也没有什么男女之别的顾忌。我进屋就闻见浓郁的药味，目光扫过那窗边的一株兰花，枯萎衰败。旭儿最喜这株兰花，也许是养的时间久了，也有了灵性。如今旭儿病着，她怕也是活不出样子了。老夫人注意到我的目光，低声叹气。我拍了拍她的手安抚，心里面有些无奈。可不是枯萎衰败了，毕竟日日夜夜用汤药灌溉着。女道士一诊脉出来，眉头紧皱的，似是格外棘手。怎么样？世子被伤了心脉。他的话与御医的一模一样，转而又抛出生机，但也能治，只是需要取其至亲的血液入药，佐以药方慢慢温养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平日里损伤分毫已是大逆不道，更别提身为人子却让自己的父亲损伤身体。老夫人却顾不上那么多，朝着仆从喊道：快去把老爷叫回来。独孤图风风火火地赶过来，听说儿子有救，操起刀就要往自己的胳膊上划。侯爷且慢！我连忙伸手阻止，将一个小瓷瓶和一根针递给独孤图。侯爷不用这么着急，只需几滴血就行。独孤图皱着眉，把指腹戳破，挤出6、7滴血液，颇为担忧。这也太少了吧，要不要多加点，说不定效果更好。侯爷无需忧心，药物讲究分量，多一点少一点药效都不同。我劝着独孤图，女道士取了血下去，开方熬药。你安心坐着。老夫人见独孤图急得团团转，想要跟上去看女道士熬药，扯着她训斥了一句：我着急啊。独孤图叹气，语气里夹杂着火气。陛下让那狗东西在家中禁足，偏偏北莽公主请求让司朔陪她游览京都风土人情，奈何宗室子弟没人想揽这个大麻烦，陛下只好把他放出来了。独孤图脸上凶相毕露，他真以为我独孤图是吃素的？泥人尚有3分火气呢。侯爷谨言。老夫人让他闭嘴，无论岭南王府做事有多恶心人，但总归是皇家血脉。我笑盈盈地看着独孤图，来永义侯侯府时，王爷身边的小厮曾过来同我说过，今日北莽公主缠着司朔出行游玩，他们跟踪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拨人也跟着司朔，若没猜错，便是独孤图派的人。正想着此事，便有小厮急匆匆地进了门，凑近独孤图耳边说了什么。他脸上的表情古怪，像是兴奋，又像是觉得恶心至极。独孤旭的药熬好，看着里面黑乎乎的药汁，我觉得自己嘴巴里都泛着苦味，偏独孤旭能眉头都不皱一下的喝下去。他的脸色果然好看了很多，人也清醒了过来，拉着女道士的手连声感谢。王妃，还请让这位女神仙在府里常住几日，等旭儿的身体大好，我才能放心点。自然。我笑着告辞，我还挺好奇，司朔怎么了，能把独孤图恶心成这副模样。我出了永义侯府门，发现王爷在马车里等我，上了车，只见王爷的表情和独孤图如出一辙。云岚，司朔出事了，但是这事我怕说出来脏了你耳朵。王爷有点难以启齿的样子。让我猜猜。我拉着王爷的手，捏着他指尖玩，细细推想，宫中前脚斥责了司朔，后脚又透出有意让司朔娶北莽公主的意思。今日司朔被北莽公主缠着一同出行，以他的行事风格，必然沉不住气。他不敢杀公主，却又不愿受此等羞辱，因此毁掉一段姻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毁掉公主的名节。独孤图的人一直跟着他，必会出手相救。公主是个坏脾气，得知被人算计，定会闹到陛下那里。不止如此，公主并没有闹到陛下那里。我疑惑地看着王爷。公主把司朔给卖了？什么？我的确惊到了，没想到北莽公主如此彪悍。手下的人回来说，他亲眼看见北莽公主将司朔用鞭子抽了一顿，然后迈入了青楼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和王爷四目相对，久久无言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司朔若不是故意针对独孤旭，也不会被公主惦记上。若是做事手段没那么下作，也不至于得此报复。堂堂世子爷被卖入黑窑子，还差点被人给玷污了。岭南王府就算有再多的手段，也堵不住悠悠众口。陛下在朝堂上气得脸都黑了，
说是让人去查清楚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。雾儿和独孤旭的下聘之日快到了，宫内赐了些新鲜的瓜果，我与王爷闲来无事，坐在一起剥莲蓬。圆润的莲子落在掌心，我将莲心取出，塞王爷嘴巴里。思硕这叫做自找苦吃。思硕清楚是谁把他丢入那烟匝地的，但他不能说加害北莽公主，这个罪名他担不起。就算不至于赔上性命，至少别再想着继承爵位了。不过如今他的名声比茅厕里的石头还要臭，世子爷的位置怕是早已坐不稳。听说在那暗娼馆里，思硕受了不少罪，留下心理阴影。岭南王府天天鸡飞狗跳的，思硕不让人近身服侍，王爷被苦的五官皱成一团。王妃，王妃！婢女匆匆忙忙地过来，神色惊慌。永义侯老夫人请王妃过去瞧瞧，说是独孤公子出事了。云兰，我起身，却被王爷抓住了手腕。别担心，事情很快就能解决。我伸手用掌心摸了摸王爷的侧脸。王妃，这女道士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害旭儿？我们无论怎么问，她都不说一个字。想到她是王妃带来的人，便没刑讯伺候。室内，老夫人和独孤图都在，旁边的屋子里隐隐约约能听见女人们的哭声，应该是独孤旭的婶子、嫂嫂们。女道士脸色苍白，被人压着跪在中央，说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独孤图怒目而视，他上一秒还在看思硕的笑话，却不想下一秒就又有人给自己儿子下毒。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看着面前的女道士，询问出声。王妃，我并非受雇于人加害世子，而是什么？药方没错，是血错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震得室内死一般的寂静。写错了？那就是说，独孤旭不是独孤图的儿子。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夫人握紧了桌角，手指发颤，带的桌子上的茶盏也在晃。知道，我可以起誓，若是此话有假，我必死后堕入畜道，生生世世不得翻身。他的话说得又快又急，眼底含着泪。独孤图以为他是害怕，我却知道那是恨，彻骨的恨意。整个京都可以说暗流涌动，岭南王府的人在查到底是谁暗算了思硕，永义侯府在查为何养了18年的儿子不是自己的儿子。一来一往，难免都知道了对方家中的丑事。安插在岭南王府的探子来信，说是思硕得知此事后，居然一扫多日的阴霾，面上都带了笑容。瞧瞧，这点消息就能让他眉开眼笑的。我将书信焚烧干净，从王爷手中拿走手帕，擦拭指尖沾上的纸灰。混淆皇室血脉的事，事关重大。你以为这京都里的暗流涌动瞒得住陛下的眼睛？我低笑出声。陛下真的是那种因为北莽公主的几句请求就解了思硕禁足的人。再说如今我朝兵力强盛，反倒北莽俯首称臣，北莽公主又不是非娶不可，不过是思硕向来看不起陛下罢了。既把别人当蠢货，那被算计了也别觉得委屈。王爷叹了一口气，将我圈在怀里，闷闷的没吭声。我知道他为何低落，他向来不喜这些勾心斗角。别的皇子夺嫡时，王爷只想着自己的府邸该种什么样的花。王爷前些日子是不是得了一株不错的兰花？好好养着，等一切安定后送给独孤旭当贺礼吧。我想起独孤旭屋内那惨遭毒手的兰花，轻笑出声。娘亲，3日后，雾儿匆匆忙忙地来找我。娘亲，我听说今日独孤老将军不知为何让人抬着独孤旭去了岭南王府。最奇怪的是，1个时辰后，岭南王与永义侯一同进宫，出来的时候身边带了一名宫内的公公。雾儿着急的厉害，应是一路跑过来的，气都没喘匀，面颊通红。谁和你说的这些事？我不愿让雾儿知道这些污糟事，根本没在他面前议论过这几日京都里的事情。奶娘，娘亲，奶娘和我说这些，是不是别有目的？小丫头还挺机灵。我点了点她脑袋，知道她有目的，你还来问？有些事，左耳朵听就要右耳朵出，就算放在心上了，也不能让别人瞧出来。听明白了没？听明白了。所以，娘亲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直摇头。雾儿这是说着自己知道错了，
却一点都不打算改。岭南王早年侍妾众多，岭南王妃入府时，膝下已有了一个庶长子和3个庶女，因此他最重要的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诞下嫡子，稳固地位。我让婢女搬来个小板凳，沃儿坐在一边撑着脑袋听故事。可是生男生女是天命，于是王妃让心腹带着银钱买通了一即将生产的妇人。王妃生下的是女孩子，可是这不对啊，独孤旭和司硕都是男子。不，王妃生下的是男孩，却身体虚弱，随时都会夭折，于是便换了农户健壮的孩子。她让心腹将那病歪歪的婴儿处理掉，侍女心中不忍，想将孩子送得远远的。恰遇见落了难在外分娩的永义侯夫人，她帮着夫人生产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永义侯夫人生下一死胎后就撒手人寰，于是她便将那孩子放在了永义侯夫人怀中。兀儿听得目瞪口呆，怎么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那岂不是独孤旭才是岭南王世子？我没有回答兀儿的问题。这件事别说外人了，怕就连独孤家和岭南王府都没有办法接受。独孤旭醒了，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。我与王爷被陛下召见，进了大殿，只见独孤旭、独孤图与岭南王均在。大病一场的独孤旭看上去瘦得只剩下骨头，憔悴得让人心疼。岭南王眼巴巴地看着独孤旭，独孤旭却不搭理他，只垂着目光一声不吭。也是，司硕的名声毁了，如今又被证明来历不明，比起司硕来，显然独孤旭更闪闪发光。虽然身体弱了点，但能养好啊。何况独孤图已断子绝孙，只剩下这个养了10几年的独孤旭，就算不是亲子也胜似亲子。只要他认回独孤旭，等同于独孤家的军权也有他的一份，简直胡闹。陛下发了好大的火，斥责岭南王妃混淆皇室血脉，余不可及，奈何岭南王妃已暴毙而亡，陛下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可发。岭南王也逃不过挨骂的份，顺便连司硕前些日子闹出的丑事也被陛下再次拎出来骂了一顿。陛下，陛下，臣难过，臣心里难过啊。谁也没料到独孤图居然双膝一跪，不顾颜面的嚎啕大哭起来。倒也能理解，家里就这么一个独苗，差点被司硕一脚给踹死，以为人不行了，结果独孤旭又活了过来。可是活下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养了那么多年的儿子居然是别家的种。永义侯别难过，以后旭儿是我的儿子，也是你的儿子。捡了大便宜的岭南王伸手去扶独孤图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够了，别哭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陛下终于出声了，他揉着太阳穴，半天之后缓缓开口：此事乃皇家丑闻，不可透露出去，否则天下人将怎么看待皇家？堂堂岭南王世子，被自己的母亲抛弃，狸猫换太子不说，还差点被一个赝品一脚踹死。独孤图，你是否还愿意认独孤旭为儿子？独孤图憋着老泪不吭气，倒是独孤旭先开了口：陛下，臣子只有一个父亲，是独孤图将军。旭儿，岭南王不愿，独孤旭可比他那些庶子品性要好得多。岭南王却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司硕怎么会允许有潜在危机威胁自己的位置？因此，还是孩童时，他就给自己母亲下了药，让她再也无法怀孕。王妃一直以为是后院的妾室下的手，便故意养废那些庶子。这一家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性子。陛下，可否让臣弟说句话？一直默不作声，陪着我看戏的王爷行了一礼。独孤家年少儿郎均战死于沙场，唯一的血脉却又被人换了去。若是此时让独孤旭回归岭南王府，既对独孤家过于残忍，又是将这宗丑闻昭告天下，不如压下此事，对外便说岭南王认独孤旭为义子。就这样办吧。陛下没给岭南王反对的机会，直接敲定，顺带转了话题：那孽子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岭南王心中一惊，不确定陛下是不是知道了司硕算计北莽公主的事，但无论陛下知不知道，司硕也没用了，出了那种事简直旷古奇闻。司硕行为不检，内德有亏。岭南王一字一句地说，脑子乱糟糟的。他突然想起当日王妃死时，司硕一滴眼泪都没流，该不会司硕早就知道自己并非他的孩子吧？那他是否知道独孤旭才是他真正的儿子？
如果司硕知道，那踹向独孤旭的一脚，其实就是想要了独孤旭的命。岭南王越想越害怕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请陛下废了他的世子封号，臣会将他远远地送走。是，送得远远的。说不定司硕下一个想要害的就是他呢。我在一边安静瞧着，一句话都没说，毫无存在感。人心是复杂的，我只是投下了一粒种子，但他们心中的私欲、恐惧、多疑，会滋生着这粒种子疯狂地生长。外界传，岭南王府最近不知倒了什么霉，先是死了王妃，后是世子出事，没想到过了几日，陛下非但没有安抚世子，还下了一道圣旨，将司硕贬为庶民，连司这一姓氏都被废了，以后他只能叫硕。本以为尘埃落定，结果司硕被逐出府的第2日，岭南王被发现死于家中。岭南王府无人主事，陛下派内管前往岭南王府，发现了岭南王的遗书。遗书中写明，有意将新任的义子独孤旭立作世子，100年之后，爵位由独孤旭继承。所以，岭南王妃真的换了孩子吗？我与王爷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北莽使臣离京都的一队。没了岭南王府的庇佑，司硕被北莽公主带走了。他不是想娶我的兀儿，然后对兀儿百般折磨吗？也该让他尝一尝这种滋味，省得动不动就干毁人清白的事。的确借了孩子，却没有换。我握着王爷的手，被风吹得有些冷。他做事向来很绝毒辣，确定自己生下的是个健康的男婴，就让侍女去处理抱回来的孩子，连带着把那农户一家全部杀光。那倒是，与农户一家是何关系？他便是被人夺了孩子的母亲，死里逃生，被捡回了道观。若不是司硕为了保全自己，害怕被岭南王妃拖累，杀了自己的母亲，也不至于让王妃的侍女生出兔死狐悲之感，选择与我合作。队伍已经走远，我握着王爷的手，顺着楼梯往下走。在这京都城，我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。不仅是我，王爷与陛下也一样。独孤旭知道你的计划？知道。独孤图也知道。原先不知道，但后来内官去滴血认亲时，给他带了皇帝口谕，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局。王爷的语气里满是笑意。我点点头，转头去看他。对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次是我们赢了。因果循环，贪心不足，弑父杀母，这般狼心狗肺、伤天害理的玩意，死了也算我们替天行道。我同老夫人商议，2个孩子年纪尚小，不如先办了婚礼。但不圆房，老夫人倒是没反对，反而乐呵呵的道谢，谢我给了他们独孤家前所未有的荣耀。外面的风言风语有什么重要？反正没人敢在他们面前直说。孙子还是自己的孙子，而且还成了小王爷，这可是多少军功都换不来的。独孤旭摇身一变，继承了梁府的爵位，可以说是京都城里最优秀的少年郎。而我的兀儿也是京都城里最开心的小姑娘。大婚那日，我与王爷看着满府的红绸，想起的却是上一世北王府被烈火焚尽的画面。王爷将我拥入怀中，言语中带着感慨：云兰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